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 今天我们继续来 K 游戏。坦白说，这款游戏不论是在画面还是设定上都很对我喜好。唯一让我一直犹豫要不要买的因素就只有它是万代出的。但我通过短短1个多小时把2位主角的体验故事都跑完后，我可以很肯定这款绯红节系我一定会买。当然它不是没有相对短板的问题，不过这部分我一样会放到最后再来讲。现在快速认识一下这款游戏吧。绯红节系的故事背景是在近代未来的日本为舞台，所以游戏中可以看到很多日本街道的影子。虽然我玩的试玩版中都没有人影，但我偷偷放了一下其他人还在的时候街道画面，其实是很漂亮的。那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现在街道上都没有人呢？是因为新历2020年，人类遭受至平流层下降的异形生命体怪异的威胁，他们会基于人类发达的人脑而不断攻击。人类为了与之对抗，集结了具备特殊超脑力的人，组成怪异讨伐军来保护众人的生活免于威胁。超脑力也是这次游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。每个人的超脑力也有所不同，像2个主角都是念力的超脑力，可以抓起周围的物品来砸，玩起来是爽度很够。其他还有像是点火、瞬间移动、透视、硬直化等等。女主角那边的队友还有雷电、复制、隐形等等。这就算是这个游戏最关键的设定之一的，不管在剧情上还是战斗上。那本作是采用双主角制，2位都是念力的超脑力。一开始以为是平行时空，但似乎是一个时间点不同的角度切入。目前也不知道是否能够交错完，但剧情上他们是会遇见的，这点我非常期待。男主角杰人皇个性强悍，但内心温柔，因为崇拜以前一位拯救自己的怪伐军，而一样选择加入。武器是太刀，属于近战攻击类型。战斗系统看起来复杂，实际上操作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但依然还是有它的丰富度在。一样有分普通攻击跟重攻击、回避、跳跃、反击、回避等等，基本与一般动作游戏差不多。比较不同的是，主角的超脑力念力可以透过按住 R2 或 L2 将物品砸向怪物身上，还可以组合一系列的额外操作，像砸中后马上轻攻击，可以瞬间接近魔物等等。很多可能更复杂或更花式的操作，就要到脑部导图这边去一一点开。而女主角从兰德尔则是反过来相对高冷的个性，是受到怪伐军招募，并且在训练学校都是以第1名毕业。武器是比较特别的短刀，属于半远距离攻击的模式，玩法也算新鲜。重攻击是可以往后拉远，保持距离。其余部分跟男主角差不多，至少我在体验版的过程中是这样。当然，战斗不可能就这么简单而已，我们可以装备4种其他伙伴的超脑力，透过一种 SAS 的超脑力资源，可以短暂使用其他伙伴的超脑力。这点使得在战斗上变得更加有趣、更加丰富。而且有时间限制，所以什么时机该开谁的超脑力，什么时机又该切换变得很重要。像植物类的怪物可能怕火，厚重盔甲的可能我们要先开硬直化挡住它攻击，等到破装甲之后再开其他 SAS 输出一波等等。然后不管是战斗还是整体画面风格都非常朋克，跟异界锁链其实真的蛮像的。但战斗没有异界锁链那么难操作，爽度或者中二度是不减，相对更适合大家接触。我目前的感觉是这样。像怪物倒地或是被打破肉眼之类，都可以使用伙伴的追击或者主角自身的终结技，看来是真的很帅。原则上我自己整体体验下来也是蛮满意，也很期待，而且更期待是后续剧情发展，因为我有看到男女主角互相厮杀的画面，只是原因可能就要到正式版游戏中去寻找了。不过接下来我要讲讲我稍微比较担心的点。第一，剧情呈现上，它不是全部的过场都是 3D 动画，是类似漫画这样的呈现方式。坦白说，我就体验版的情况来说，我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它在一些比较吃动作的画面还是会用 3D 呈现，算是穿插搭配，但还是会担心未来会不会在重要的桥段还是用图片的呈现，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，可能代入感会少一点。不然就体验版的配置情况是 OK 的。第二，战斗爽快度虽然有，但打击感没那么硬。这点坦白说是相对最影响我的部分，有点难形容，可能被其他游戏养坏胃口了吧，就比较没有那么扎实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对它充满期待，因为万代我最怕就是系统或界面或是游戏性上太无聊。目前乍看是还不错，而且 OP 也是相当好听。游戏将在6月24日发售，售价为1790元，实体首发也有赠送不少外观跟武器的特点，有兴趣的也可以多留意一下。所以原则上我是确定会买来玩，到时拿到后也会尽快破关，出全破心得影片。不想错过的玩家也可以订阅一下频道。
第一次来我频道玩家，我这边主要还是会以 JRPG 为大宗在玩，当然其他大作题材有兴趣的也是碰一下，但平时还是以 JRPG 为主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绯红节气试玩体验分享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老 K，我们下次见。